大家好，我是怡媛。昨天我才做一个影片说骑兵什么时候会出现，我预计的时间是8月15号。结果今天官方就在微信那边啪啪打我的脸，他们是已经确定了在7月尾上线。那我看我的时间表呢是7月31号，也就是说8月1号会上线转盘，所以我的时间表那边写8月也算是正确的啦。勉强也算正确嘛，对不对？所以玩家们要准备觉醒霍去病的话，就要准备好你们的镜头跟宝石了。当然我本人也是准备好了。那么官方也是有放出来霍去病他的技能特效，各位请看，会出现一只旗帜，霍去病会骑着他的马冲向敌人。那如果放慢动作来看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旁边也是有出现几支队伍，然后霍去病他是用扫的方式把敌人砍掉。虽然他这个特效看起来很像是有 AOE， 实际上他是没有 AOE 的。技能特效也是有一点类似像元一景的特效。当然的，它的技能官方中文版也是出现了。那么我去检查了一下官方中文版跟英文版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从官方中文版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之前我翻译有错的地方。在野外时，若所率领部队离开建筑的时间超过30秒，建筑包括据点、要塞自己的城市、队友的城市都不可以。每次进入战斗后前15秒内，所率领部队造成技能伤害提升 30%， 释放主动技能怒气消耗降低150点。进入战斗15秒后，所率领部队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10%。 那么也因为霍去病这个技能的关系，它的定位是已经锁定在野战了，不能集结，不能驻防。那它这个技能比较大的争议就是每次进入战斗后的前15秒内是必须要脱离战斗之后才会重置，还是每一次击败一个部队就会重置呢？接着我们看第4跟觉醒技能，因为觉醒技能是第4技能的加强版，所以我们直接看觉醒了。这里他有写了一句很关键的字，每击败一支队伍触发一次狼山秋风的效果。那么狼山秋风效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回英文版。其实你们仔细看英文版，它的觉醒技能最下面它有写一排很小的字。那我们放大来看，因为比较模糊的关系我能看到的就是它写 Reset the range of this commander troop or temporarily buff and debuff and the amount of time it has been in combat。 翻译去中文的话，就是指这个统帅他的怒气所有临时的 buff 跟 debuff 以及战斗的时间全部会重置。那么这个描述呢是在秋风效果下面注明写的。当然实际我们还是要等官方正式推出了这个统帅之后我们才可以确认。那么我们来推测一下，假设根据官方中文的描述，每击败一支部队之后就会触发这个效果，那么是不是也表示说第3技能的前15秒也是会重置呢？那假设说这个东西是会影响到第3技能的话，也就等于说这个15秒不需要脱离战斗之后，只要打败一支队伍就会重置。怒气150点也会在每一支队伍被击败之后又再重置。当然这个是理想的状态，因为我看了他的技能呢，除了第3技能有可能会被重置之外，其他的技能好像都没有被重置的可能性。比方说第1跟第2技能都是固定数值，基本上触发之后就会一直存在，不需要重置。至于觉醒技能唯一有可能重置的就是治疗部队的部分，但是他这里的描述是触发一次狼山秋风的效果，并治疗恢复所率领部队，所以是触发的同时重置了其他的 buff 跟 debuff， 额外再加上治疗的效果。该技能每8秒最多触发一次，脱离战斗不会重置冷却时间。假设我没有误解狼山秋风的效果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话，那么霍去病是真的很厉害了，就会变成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有15秒的效果，并且它这个效果每8秒最多触发一次，其实已经是足够了的。不过如果是霍去病的话，它可以减少自己所需的怒气150点，再加上如果它是搭配贞德的话，有恢复怒气加上号角的话，8秒恢复一次可能有点慢了。不过根据这里的描述，每击败一支部队才这个效果，我觉得是已经足够了的。当然也是要等统帅实际出现之后测试才知道结果。我也希望跟我预期想的是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拉打了。因为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技能，不知道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以为要拉打的方式拉了脱离部队才会有重置15秒的效果。假设这个技能是会自己重置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拉打了。毕竟用拉打的方式一直脱离战斗，这个方法也是不太合理嘛。那么也印证了我之前所说的推荐搭配，它必须要搭配贞德，在更短的时间内爆发把敌人给打死，一次性放3个技能击败部队才可以触发狼山秋风效果，才可以重置第3技能。狼山秋风效果是真的很关键，到底会不会重置呢？就要看官方是怎样设计的。当然我身为骑兵玩家，我也是肯定会觉醒霍去病，也是希望会这样子设计啦。
否则第3技能就只有前15秒有效果而已，后面就只有普攻伤害提升 10% 就没有什么用了。当然也欢迎各位观众在评论区讨论你们认为的狼山秋风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跟我所描述的一样，还是只会重置治疗效果而已？如果是真的不会重置的话，我个人觉得官方应该不会设计这么脑残的技能吧，就变成我们每个部队都要拉打的话，这样很影响统帅的效果。而且他们也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伺服器到底有多卡。如果你是在先锋王国，不可能会出现这么多拉打的情况。官方会特意设计它的输出这么高，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吧，要快点击败部队，让你一直不断的重置那15秒的效果。不过这一次的情报是从国服那边传出来的，我不确定国际服是不是也跟着他们一起在7月尾推出。假设跟他们的时间是一致的话，我应该是会在转盘当天就觉醒了。至于要不要卡技能，其实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得出了。第4技能是没有写到狼山秋风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觉醒才会重置，否则的话你只是击败一支部队，会治疗部分轻伤而已。假设跟我刚刚推测是一样的话，就是说你永远只有那15秒而已，前面15秒不会重置，除非你脱离战斗。所以霍去病是一个不可以卡技能的统帅，是必须要觉醒的。官方这一次出大招跟你们讲，你们要不要重置？要不要那15秒 ？OK， 你要的话觉醒吧。所以各位不用再问了，这个统帅到底要不要卡技能？是不可以卡技能，你要就觉醒。你不觉醒，没有狼山秋风效果的话，你玩这个统帅干嘛？你还不如去玩别的统帅，去练萨尔贡吧。而之后我测试呢，应该是会测试一个没有觉醒版本跟觉醒版本，看觉醒技能的狼山秋风效果到底影响有多大，也顺便给那些卡技能的玩家有所醒悟，不要再卡技能了。现在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霍去病到底要不要练？那我觉得如果你要练霍去病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比较好的骑兵搭配。那跟上次我的说法一样，我觉得最适合的搭配就是搭配贞德。但是你只考虑出一队骑兵的话，其实我觉得霍去病不是一堆骑兵最好的选择，反而司机才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玩一堆骑兵的玩家选择司机贞德，除非你是真的只是想要出一堆骑兵输出而已的话，就选择霍去病搭配贞德。那霍去病被淘汰的可能性高不高呢？其实也是蛮高的。之前我有说过项羽的优点在于他放技能的速度是比一般的统帅还来得更快的，所以当时候我才说项羽不会这么快被淘汰，只是没有想到官方特意设计了一个霍去病，直接替代了项羽的位置。霍去病的优势也是很明显了吧？假设官方他又重新设计一个统帅，他的怒血需求只是需要800点、850点，那才有可能替代掉霍去病，又或者是官方出一个原型 AOE 啊，那就可能替代掉了。那么最后来讲一下霍去病的设计啊，我没有想到原来他的高清图是长这个样子。OK， 那么我相信莉莉丝他们请的设计师呢都是专业的，但是他那个脚，我有一点受不了，他下半身的。你们看左手边那个士兵，为什么他的比例这么正常？到霍去病那边啊，我受不了了。这个就是我们那种常见的健身玩家嘛，只练上半身不练下半身，那个腿，哎呦，我受不了了，这个身体比例是真的不行啊，我看到有点头痛。那么各位看了官方技能中文版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还有你们对霍去病的设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